你有没有发现，平常我们对高血压如临大敌，生怕中风或心脏病找上门，但低血压呢？很多人竟然觉得血压低不是很好吗？其实你可能想不到，低血压也可能悄悄在威胁你的生命。今天我要帮大家揭开低血压的真相，帮你分辨什么时候是良性的低血压，什么时候它是身体的危险信号。先来听个故事。小美22岁，喜欢跑步和瑜伽，平常血压大概维持在收缩压95、舒张压60毫米汞柱，医生都说很健康啊。某个炎热的周末，她在公园持续慢跑了1个半小时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整个世界旋转，差点昏倒。送医量血压，竟然只有收缩压85、舒张压55毫米汞柱，大家以为是脱水或中暑，没错，这就是主要原因。医生说，小美本来就是低血压的体质，碰上大量流汗、喝水不够，血压就降得太低，大脑供血不足，出现头晕，差点昏倒。所以记住，血压低不一定坏，但当它低到让重要器官缺氧，危险性可能就比高血压还大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来拆解低血压的2张面孔，它什么时候是良性的象征，什么时候又代表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进入今天第一个主题，怎么分辨低血压是良性还是危险的警讯呢？医学上定义，收缩压，也就是上面那个数字低于90毫米汞柱，或舒张压，也就是下面的数字低于60毫米汞柱，就算是低血压。首先，先来看良性低血压，就像小美一样，如果血压偏低，例如收缩压90、舒张压60毫米汞柱，但没有明显或严重不适症状，医生通常会称为良性的低血压。这种情况在健康、年轻、活跃的人身上很常见，不过还是要注意，部分慢性低血压的患者可能偶尔会有轻微头晕，但只要不影响生活，通常不属于危险状况。接着我们来看真正会威胁生命的低血压。休克，这种血压低到无法将足够氧气送到重要器官就可能会受损。症状可能包含头晕、头重脚轻、全身疲劳、视力模糊，甚至短暂的昏厥。若没有及时处理，后果可能是急性肾衰竭、心律异常、肠道缺血，甚至意识混乱或反应迟钝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一下，在急诊室里，一位75岁的张阿嬷，她原本血压正常，但得到了严重的败血症，也就是全身的感染，导致血管扩张，血压直线下降到收缩压80、舒张压50毫米汞柱。这时候，她不只是头晕，而是已经神志不清、反应迟钝、尿量减少。这种低血压就不再是良性，而是会危及生命的休克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血压的3大组成，以及血压会崩溃的原因。要理解低血压，得先知道血压是怎么产生的。可以把人体的循环系统想象成城市的供水系统，血压就像是水管里的水压。简单的公式是血压等于心脏输出量乘以总周边血管阻力。这里的3大组成分别是水量，也就是血容量；帮浦，也就是心脏功能；水管张力，也就是血管的阻力。第一，水量不足，低血容性休克。血液或体液不足时，血压自然会下降。常见原因包括大出血，例如车祸或手术出血；严重脱水，例如腹泻、呕吐或使用过量的利尿剂。第二，帮浦故障，心因性休克。心脏就像是中央的帮浦，如果帮浦出问题，即使血量和血管正常，也无法将血液送到全身。常见原因包括心肌梗塞、严重心衰竭或心律不整。第三，水管张力下降，分布性休克，
血管就像水管，如果失去张力，过度扩张，即使心脏努力打血，血压仍然上不来。常见原因包含败血症，也是全身感染造成血管扩张，或者是过敏性休克，对食物或药物严重过敏造成血管剧烈扩张。血管张力不足不只出现在急症，日常生活中也可能发生哦，像是老年人或糖尿病、帕金森患者，自主神经功能退化，站起来时血管收缩，心跳加快，反应变慢，血液会下沉，大脑供血不足，就会头晕甚至晕倒，这也是老年人常见跌倒的原因。主题3：低血压的治疗真相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低血压的治疗。慢性低血压多靠生活习惯调整改善，休克则需要药物治疗。先说结论，重点是针对低血压的根本原因进行处理，而不是单纯把血压升高。良性或慢性低血压，生活习惯才是良药。慢性低血压患者几乎不用升压剂，这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除非症状严重或影响生活，单纯血压偏低通常不会致命。慢性低血压的人可以试试以下这3个方法。第一，多补水，多摄取盐分。这和高血压建议正好相反，适度增加液体和盐分摄取，例如汤里稍微加点盐，或喝一点点电解质饮料，有助于提升血液容量。不过，如果你有慢性肾脏病、心脏问题或肝硬化，补水补盐前最好先咨询医师。第二，缓慢改变姿势，从躺着或坐着站起来，一定要慢慢来，给自主神经足够的时间收缩血管，避免头晕或晕倒。第三，审视正在服用的药物，血压突然下降，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，例如用于心律不整、心房颤动的药物，如钙离子通道阻断剂、贝塔受体阻断剂，甚至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物，都可能引起姿势性头晕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询问医师是否要调整剂量或换药。举个例子，有位年轻女性常抱怨低血压和头晕，尝试过各种药物都无效，最后医师发现她其实严重偏食，造成贫血和肠道问题，再补充铁质，调整饮食，改善肠道后，她的头晕问题竟然就不药而愈了。第二，危及生命的低血压，休克。如果低血压突然发生且危及生命，例如休克，就必须立即到医院接受治疗。医疗人员可能会1. 补充液体，增加血液容量； 2. 必要时使用药物协助血压回升； 3. 找出并处理造成低血压的根本原因，像是感染、大出血、严重过敏等等。简单来说，慢性、良性低血压可以靠着生活调整就能改善，休克则必须要快速、精准的医疗处理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，今天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，血压低不一定都是好事，它有2面，一种是无害的良性低血压，另一种则是会危及生命的休克。请记住，无症状的低血压通常是良性的，只要继续观察，不必过度担心。然而，如果出现有症状的低血压，不管血压数字高低，都要找出并治疗根本原因，因为这可能是器官缺氧的警讯。最后，想象你的身体就像一座城市的供水网，水量充足，帮浦强劲，水管张力适中，血液才能顺畅地流向全身。做好这些，低血压就不会是健康的隐患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今天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